张又侠、刘振立被抓的消息就像一颗重磅炸弹，1月24日午后在北京骤然引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这2名位高权重的将领被官方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立案审查调查。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同时落马，犹如平地起惊雷，在坊间引发巨大轰动。人们纷纷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知道，张又侠是军中仅次于习近平的2号人物，而刘振立作为总参谋长级别的军队要员，也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今2人一起出事，绝非一般腐败案件所能解释的。更令人瞩目的是，消息公布的速度异常之快，从网上开始流传风声到官方证实，不过短短几天时间。当日晚间，解放军报就发表措辞极其强硬的社论，痛斥张又侠、刘振立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形象威信，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如此密集的6个严重，远超以往落马官员的批判强度，让外界嗅出不同寻常的信号。这背后恐怕牵涉一场对习近平极为不利的政治阴谋。难道真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在中南海上演？很快，海外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一个令人瞠目的爆料版本。知名民运人士盛雪在网络平台上透露，他的一位身在体制内的朋友告诉他，张又侠和刘振立是因政变未遂而被抓。据代号 X 先生的这位知情者描述，一场针对习近平的秘密行动在1月18日深夜上演，险些改写了中国最高权力的走向。现在我们将时间拉回到1月18日的夜晚，北京西郊的京西宾馆灯火幽暗，四周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这座宾馆素来是中共高层开会下榻的场所，平日戒备森严。然而此时，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这里准备过夜，而有人则策划将这里变成一个危机四伏的埋伏圈。张又侠和刘振立据称已密谋多时，打算趁习近平夜宿京西宾馆之机对其动手。简而言之，他们计划逮捕习近平，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为何选在京西宾馆下手？知情者分析，习近平过去几年行踪不定，住处高度保密，3天2头换地方是常态，而京西宾馆因承办中央重要会议，有固定场所的特点，戒备虽严，但环境相对复杂。张又侠一方认为这里是动手的良机。当天，习近平前来京西宾馆开会并准备留宿，或许正中了他们的下怀。甚至有一种猜测认为，习近平此次现身京西宾馆本身就是一个诱饵，他故意让张又侠等人掌握自己的行踪，以便将其一网打尽。X 先生也透露，习近平这几年居无定所，3天2头换地方，此次突然长时间留宿一处，确实可能是故布疑阵，引蛇出洞。然而，就在张刘准备行动前2个小时，意外情况发生了，有人将这场密谋提前泄露给习近平。习近平得知消息后，表面不动声色，却立即秘密离开了京西宾馆，同时调集亲信部队，连夜部署反制。他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悄然布下了一张反包围的大网。张又侠和刘振立并不知道计划已经走漏，依然按照原定方案行动。深夜时分，他们派出的先头武装人员悄悄逼近京西宾馆，准备实施抓捕。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毫无防备的猎物，而是早已埋伏好的贴身警卫力量。就在宾馆楼内楼外，双方人马突然爆发激烈交火，清冷夜空中响起阵阵急促枪声，打破了京西之夜的宁静。一时间子弹横飞，火光四射，有人中弹倒地，宾馆的窗户玻璃也被射穿炸裂。据传当晚参与对峙的一方是张又侠私下调遣的野战部队特战队员，另一方则是习近平预先布置的中央警卫局特勤人员。双方皆是训练有素的精锐，因此交火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格外凶险惨烈。宾馆楼道里弥漫着刺鼻的火药气味，墙壁上蹦出累累弹痕，
场面宛如谍战大片中的终极对决。最终，枪战只持续了几分钟便戛然而止，张幼霞一方人马寡不敌众，彻底溃败。由于情报事先泄露，习近平本人早已安全撤离现场，而中于习的特勤力量先发制人地设下埋伏，据说双方都有死伤，具体人数不明，但可以想见现场的激烈与血腥。枪响过后，叛乱计划彻底失败，张幼霞、刘振立以及随行亲信当夜就被当场制服控制。习近平则连夜下令进行全面清算，在第一时间将张、刘二人的家属也一并拘押，实行株连式惩处，以防止其势力东山再起。据传，张幼霞的儿子、女婿等所有直系亲属当晚也同步被带走调查。张家的北京及陕西住处均遭军方人员搜查封锁。习近平这种古代连坐般的强硬手段，既为斩草除根，也是向潜在异心者发出赤裸裸的警告。短短几个小时内，中南海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惊险时刻。当夜京西宾馆的硝烟散尽后，消息暂时被封锁，张幼霞、刘振立被抓的消息就像一颗重磅炸弹，1月24日午后在北京骤然引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这2名位高权重的将领被官方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立案审查调查。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同时落马，犹如平地起惊雷，在坊间引发巨大轰动。人们纷纷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知道，张幼霞是军中仅次于习近平的2号人物，而刘振立作为总参谋长级别的军队要员，也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今2人一起出事，绝非一般腐败案件所能解释的。更令人注目的是，消息公布的速度异常之快，从网上开始流传风声到官方证实，不过短短几天时间。当日晚间，解放军报就发表措辞极其强硬的社论，痛斥张幼霞、刘振立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形象威信，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如此密集的6个严重远超以往落马官员的批判强度，让外界嗅出不同寻常的信号。这背后恐怕牵涉一场对习近平极为不利的政治阴谋。难道真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在中南海上演？很快，海外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一个令人瞠目的爆料版本。知名民运人士盛雪在网络平台上透露，他的一位身在体制内的朋友告诉他，张幼霞和刘振立是因政变未遂而被抓。据代号 X 先生的这位知情者描述，一场针对习近平的秘密行动在1月18日深夜上演，险些改写了中国最高权力的走向。现在我们将时间拉回到1月18日的夜晚，北京西郊的京西宾馆灯火幽暗，四周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这座宾馆素来是中共高层开会下榻的场所，平日戒备森严。然而此时，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这里准备过夜，而有人则策划将这里变成一个危机四伏的埋伏圈。张幼霞和刘振立据称已密谋多时，打算趁习近平夜宿京西宾馆之机对其动手。简而言之，他们计划逮捕习近平，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为何选在京西宾馆下手？知情者分析，习近平过去几年行踪不定，住处高度保密，3天2头换地方是常态。而京西宾馆因承办中央重要会议，有固定场所的特点，戒备虽严，但环境相对复杂。张幼霞一方认为这里是动手的良机。当天习近平前来京西宾馆开会并准备留宿，或许正中了他们的下怀。甚至有一种猜测认为，习近平此次现身京西宾馆本身就是一个诱饵，他故意让张幼霞等人掌握自己的行踪，以便将其一网打尽。X 先生也透露，习近平这几年居无定所，3天2头换地方，此次突然长时间留宿一处，确实可能是故布疑阵，引蛇出洞。然而，就在张刘准备行动前2个小时，意外情况发生了。有人将这场密谋提前泄露给习近平。习近平得知消息后，
表面不动声色，却立即秘密离开了京西宾馆，同时调集亲信部队，连夜部署反制。他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悄然布下了一张反包围的大网。张幼霞和刘振立并不知道计划已经走漏，依然按照原定方案行动。深夜时分，他们派出的先头武装人员悄悄逼近京西宾馆，准备实施抓捕。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毫无防备的猎物，而是早已埋伏好的贴身警卫力量。就在宾馆楼内楼外，双方人马突然爆发激烈交火，清冷夜空中响起阵阵急促枪声，打破了京西之夜的宁静。一时间子弹横飞，火光四射，有人中弹倒地，宾馆的窗户玻璃也被射穿炸裂。据传，当晚参与对峙的一方是张幼霞私下调遣的野战部队特战队员，另一方则是习近平预先布置的中央警卫局特勤人员。双方皆是训练有素的精锐，因此交火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格外凶险惨烈。宾馆楼道里弥漫着刺鼻的火药气味，墙壁上蹦出累累弹痕，场面宛如谍战大片中的终极对决。最终枪战只持续了几分钟便戛然而止，张幼霞一方人马寡不敌众，彻底溃败。由于情报事先泄露，习近平本人早已安全撤离现场，而忠于习的特勤力量先发制人地设下埋伏。据说双方都有死伤，具体人数不明，但可以想见现场的激烈与血腥。枪响过后，叛乱计划彻底失败，张幼霞、刘振立以及随行亲信当夜就被当场制服控制。习近平则连夜下令全面清算，在第一时间将张、刘二人的家属也一并拘押，进行株连式惩处，以防止其势力东山再起。据传，张幼霞的儿子、女婿等所有直系亲属当晚也同步被带走调查。张家的北京与陕西住宅随即遭军方人员搜查封锁。习近平这种古代连坐般的铁血手段，既是为了斩草除根，也是向潜在异心者发出赤裸裸的警告。短短几个小时内，中南海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惊险时刻。当夜京西宾馆的硝烟散尽后，消息暂时被封锁在高层圈子内，外界一无所知。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1月19日凌晨，盛雪就收到了朋友 X 先生发来的一则紧急私信，内容写着张幼霞被抓，中共可能出了大事。当时民间尚无法证实这个惊人的说法，但 X 先生的语气异常凝重。又过了几天，越来越多隐约传闻在坊间流传，有人注意到张幼霞、刘振立双双缺席了1月20日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才引发更多猜疑。终于1月24日傍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闪电通报张幼霞、刘振立被查的消息，坐实了此前看似匪夷所思的种种流言。消息一经官宣，全国上下哗然，许多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过去几天里，中南海内部暗流汹涌，上演了一场险象环生的政变未遂。一时间，张幼霞政变的话题成了街谈巷议的焦点。不少人感叹，这犹如当代版的林彪事件，重现50多年前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因谋反败露出逃，最终死于坠机，震动了整个政权高层。而今习近平倚重多年的亲信上将居然也被指图谋不轨，还惊动枪响弹飞，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当然，上述关于京西宾馆枪战的细节毕竟属于传闻，官方对此绝口不提，只以涉嫌违纪违法一笔带过。然而从官媒那异乎寻常的措辞中，人们依然嗅出了极大的不寻常。无论真相如何，张幼霞与刘振立的垮台已成定局，其背后隐藏的惊天内幕注定还会在民间以传奇般的姿态继续流传发酵。也许有人会好奇，如果张幼霞的政变计划当真得逞，中国会出现什么局面？很可能北京将进入一段短暂的军事管制状态，由张幼霞、刘振立等少数将领组成临时军政府接管权力。习近平本人则不是被逮捕关押，就是被迫宣布主动退位养病。中共体制或将随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内部分裂，效忠习的派系和谋变派系很可能在军中和政界展开激烈角力，国际社会势必为之震动，外交格局会出现突然巨变，有人也许会松一口气，
认为强硬的习近平倒台能缓解中国对外压力，也或许新的军政府为证明自身合法性，反而对台湾或周边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以凝聚军心、民心。金融市场同样将剧烈波动，全球投资者恐慌撤资，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总之，假如政变成功，中国势将面临翻天覆地的巨变，其影响难以估量。所幸这一切假设并未成真，但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共集权体制下，再稳固的统治看似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各种黑天鹅事件始终潜伏在阴影之中。张又侠和刘振立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们的落幕为何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要知道，这两人在中共军中原本都是呼风唤雨，被视为自己人的重量级人物。出事前，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竟会谋反。先说张又侠，今年已经73岁的他，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将领。张又侠青年从军，曾参加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枪林弹雨中滚爬过来，是当今解放军中少数有实战经历的现役上将之一。他生性直率豪爽，又有战功，在军中颇具威望。2012年前后，张又侠担任总装备部部长，掌管军队武器装备采购大权。2017年，他在19大上跃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2022年中共20大更是破格获习近平留任，继续担任军委副主席并晋升中央政治局。要知道，当时张又侠的年龄已超过将领服役的常规上限，但习近平显然对这位红色老将寄予厚望。外界一直盛传习氏家族与张氏家族是世交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与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既是陕西老乡，又曾在西北野战军并肩作战，交情极深。有了这层家族情谊做背景，习近平对张又侠可谓信任有加，将实际掌管解放军日常军务的大权交给了他。换言之，在中共军队内部，张又侠一直被看作习近平最倚重的股肱老臣。正因为张又侠在军中地位崇高，深得习近平信任，他的突然倒台才格外令人震惊。谁能想到，曾被习近平以为长城的亲信大将，竟会以如此不光彩的方式落幕，甚至传出谋反的惊天内幕。不少分析人士将此事与当年毛泽东与接班人林彪的反目相提并论，两者都是领袖身边最信任的功臣，最终却撕破脸皮，你死我活，成为历史巨变的导火索之一。再看刘振立，现年61岁的刘振立比张又侠年轻许多，是典型的军中少壮派。他18岁入伍，在基层一步步晋升，曾任王牌军、第38集团军军长、陆军参谋长等职务。值得一提的是，年轻时期的刘振立也参与过1986年至1987年的中越边境两山轮战，带领连队在前线坚守1年多，先后36次击退越军进攻，立下赫赫战功。因有此等履历，他在解放军内被视为作战经验丰富的实战派将领。2015年前后，习近平推动军队体制改革，重用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刘振立由此扶摇直上。短短几年间，职务频繁变动，从野战师团级一路晋升至大军区级高位。2019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2022年，他在习近平提名下担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及解放军总参谋长，进入中央军委核心班子。此时张又侠担任军委副主席，刘振立担任总参谋长，两人共同身居解放军最高决策层，也被看作习近平麾下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本应属于主人家嫡系的将领，却突然被打上了极不忠诚的标签，甚至涉嫌密谋造反，让许多观察家一时难以置信。直到官方文件将张刘二人定性为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危害执政根基等，人们才确认事态的严重性。昔日军中高层拍档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云端坠入深渊。他们一个是习近平的老战友兼铁杆心腹，一个是习近平亲自拔擢的青年才俊。如今两人的倒下，标志着中共军队内部权力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值得注意的是，张又侠在担任要职期间一度也卷入过贪腐传闻。有军中消息称，
他主政总装备部时期，军中买官卖官之风盛行，晋升一名将军的行情价高达数千万人民币，许多军官为求上位，不惜行贿送礼。李尚福后来接任装备部长并升任国防部长，却因贪腐落马，外界不禁质疑，如果李尚福在装备采购领域涉嫌严重腐败，那他的前任张又侠又岂能全身而退？或许只是因为张又侠对习近平极力效忠，一时获得庇护而已。这些传闻虽无法证实，但从中可窥见中共官场带病提拔和选择性反腐的普遍现象。张又侠、刘振立的翻盘并非一日之寒，追根究底，这场政变惊魂的背后，是近年来中共军内持续累积的矛盾和习近平日益加深的猜忌。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就大力整肃军队，高举军队反腐大旗。在第一个任期内，解放军高层便有多名大老虎落马，其中最知名的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2014至15年间，这两人先后因严重贪腐被查处，震动军中。当时不少人以为习近平铁腕反腐，清廉治军，军队从此可以焕然一新。然而事实证明，反腐往往只是权力斗争的手段之一。郭、徐之后，习近平提拔了一批自己信任的将领上位，可10年不到，这些亲信部将又以类似罪名纷纷倒台。从2021年火箭军副司令张陈忠自杀，2023年李尚福被查，到如今张又侠、刘振立同日落马，无一不是如此。这不禁让人质疑，难道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人也都腐败透顶吗？亦或反腐仅仅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另有隐情。2023年，中共火箭军爆发了一场离奇的大地震，包括司令李玉超、政委徐忠波在内的多名高层领导被突然撤换。据信涉及火箭军内部严重的舞弊丑闻和泄密事件。传闻中，火箭军装备部某副司令叛逃出国，导致整个导弹部队领导班子被习近平重新洗牌。紧接着，兼具火箭军背景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在2023年秋天被免职，官方给出的理由同样是涉嫌贪腐受贿。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还不到8个月就黯然下台，成为中国史上任期最短的国防部长之一。同年夏季，中共外交系统也经历剧烈动荡，外长秦刚在7月被火速撤换，其原因至今成谜。种种反常人事变动频繁出现，舆论将2023年形容为黑天鹅满天飞的一年。显而易见，习近平政权内部隐伏着不为人知的危机。进入2025年，军队内部风波不减反增。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上将自2025年3月起便销声匿迹，外界推测他已遭调查。同时，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在年中被免职，去向成谜。何、苗二人本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军中重臣，地位仅次于张又侠，尤其何卫东曾任东部战区司令员，主导对台军演，被视为习近平手中的对台王牌之一。然而坊间有传言称，何卫东、苗华的失势与张又侠在军中明争暗斗不无关系。据说张又侠透过军纪委掌握了何卫东在任期间的一些把柄，向习近平进谗，最终导致何、苗二人先后被拿下。如果此说属实，张又侠可谓借刀杀人，铲除了自己在军委中的潜在对手。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反而成了军委内孤家寡人，更容易成为习近平针对的目标。为填补何卫东留下的真空，习近平在2025年10月召开的4中全会上紧急增补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民为军委副主席。至此，20大选出的7人中央军委班子里，除了习近平本人，只剩下张又侠和新加入的张生民2人仍在位。刘振立以及其他军委委员何卫东、苗华、李尚福等，不是落马就是被调离权力核心。中共军队最高领导层出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罕见的塌方式崩解局面。张又侠、刘振立此次同时被抓，整个中共军委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当前的中央军委中，只剩习近平与张生民2人支撑门面，其余成员不是被清洗就是被架空。
西晋平可谓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光杆司令。如此剧烈的人事震荡，凸显中共政权内部风雨飘摇，高度不稳。那么，西晋平究竟为何选在此时对张幼霞、刘振立痛下杀手？目前坊间主要流传着几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前期被拿下的何卫东、苗华并未甘于就范，他们在受查过程中为求自保而供出了张幼霞、刘振立涉及的更大问题。何卫东是情报侦查出身，一旦翻供同僚，可能抓住不少要害。设想一下这种情形，何卫东长期主管作战指挥，熟知张幼霞部署过的每个战略计划。苗华身为政工主官，掌握大量人事线索。如果他们在审查中揭发张刘，极可能提交关键证据，比如张幼霞下达过的某些违规指令，或军中结党营私的小圈子名单。何卫东擅长搜集情报，他倘若决心反戈一击，张幼霞再狡猾，恐怕也难以全身而退。第二种说法是，军队在年终审计清查时发现，张刘牵涉巨额贪腐，比如盛传的一桩200亿军火采购黑幕，让他们露出马脚。若果真如此，那么张幼霞的垮台主要归因于一桩惊天贪腐大案。他在总装备部任上究竟攒下多少见不得人的黑金？据传该军购案涉及新型导弹和战机采购，总金额高达200亿元。张幼霞透过亲信经手相关项目，从中收受巨额回扣，导致装备质量和成本双双出现问题。若此传闻属实，西晋平即便没有政治上的遗迹，单就军队现代化受到拖累这一条，也势必要跟张幼霞算账。10多年前徐才厚、郭伯雄贪污军饷的旧案，曾令解放军蒙羞。如今西晋贫绝，不容许自己的亲信重蹈覆辙。第三种传闻则称，一名已被关押3年的高官突然开口供出了张幼霞的问题，牵连出刘振立。至于这第三种说法，虽然细节更少，但不少人好奇那位爆料张幼霞案情的关键举报人究竟是谁。有猜测认为，可能是一名蹲监多年、即将服刑期满的前高官，在狱中良心发现，决定临阵揭出更大的底细。甚至有人戏称，会不会是某位早已淡出公众视线的红色权贵，在牢中检举了张幼霞？当然，这纯属戏言揣测，但可以想见，中共权力斗争中，各派往往都握有彼此的黑材料，一旦局势有变，昔日的黑料就可能被当作筹码亮出。以上种种传言虽无法证实，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张幼霞早已是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处境。更普遍的分析则认为，真正让西晋平下决心除掉张幼霞的，还是政治忠诚问题，而非单纯的贪腐。从军报社论对张刘列举的罪状来看，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危害执政根基等措辞，显然超出了钱色贪腐的范畴，而是直指二人对西晋平的不忠与抗命。换言之，西晋平已认定张幼霞、刘振立在政治上出了大问题，对于集权者而言，这才是不可饶恕的致命死罪。民运评论人士盛学指出，西晋平与麾下将领之间的猜忌早已形成恶性循环。西晋平疑心病重，谁也不信任，导致身边的人整日战战兢兢，而将领们越是惶恐不安，言行举止越容易显得异样，更引起习的猜疑，最终激化为现实中的反叛。张幼霞很可能就是在这种高压氛围中，愈发感到自身危机逼近，不得不铤而走险。有人形容他是被西晋平逼反的。当意识到自己或许成为下一个清洗目标时，他选择冒险一搏，试图先发制人。然而他低估了西晋平的戒备程度和反扑力度，下场比当初被他扳倒的何卫东等人更为凄惨。或许在张幼霞眼中，政变是他破局自救的唯一机会，但西晋平一方显然早有准备。在动手之前，当局已悄然对张幼霞展开了全面监控和防范。有迹象显示，1月16日，中央军委纪委突然召开了一次高规格扩大会议，据信就是为抓捕行动做最后部署。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张幼霞是1月19日晚被军方纪检部门正式拘留的。另一位学者刘军宁则在社交平台披露，中国内部社交媒体上最早泄露张幼霞被抓日期的是1月16日，
可见在官方公告前，消息已在小圈子里暗暗传开。更有消息称，1月23日，解放军内部已紧急下发通报，将张幼霞的主要问题向军队高层做了说明，为隔日公开官宣打下基础。因此才有了1月24日国防部闪电发布张刘被查消息的戏剧性场景。从秘密抓捕到公开公布，不到1周时间，如此闪电而高调，极不寻常。值得玩味的是，就在张幼霞落网前夕，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社交平台上罕见发布了一段中文视频，直言中情局想知道中国的真相，并呼吁掌握内幕的人士安全地向他们提供真相。视频里详细介绍了9条安全联络的步骤建议，包括用现金购买不记名手机，在公共 Wi-Fi 环境下匿名上网，下载海外浏览器和 VPN， 透过暗网与 CIA 建立联系等等。CIA 最后还提醒说，如果你的情况允许，考虑先出国再执行步骤1。这段视频发布于1月15日，与张幼霞事件仅隔几天，时机之巧妙引人联想。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分析指出，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共政局动态， CIA 此举表面上是寻找中国发生事件的真相，实则不排除是在暗中捕捉张幼霞与习近平之间激烈内斗的蛛丝马迹。无论如何， CIA 这次不寻常的举动也说明张幼霞事件已引发国际情报界的高度兴趣。其实，习近平上台10年来，有关针对他的暗杀或政变传闻屡见不鲜，只是不曾真正浮出水面。X 先生透露，这已经是习近平第4次遭遇暗杀或政变威胁，此前至少有3次险情几乎发生。例如2013年传言前政法大员周永康派人暗杀习近平，子弹擦伤了习近平的腿，1名贴身警卫丧命，习近平本人则消失了20多天。不久之后，周永康及其党羽便被陆续抓捕伏法。经历过这些惊险教训，习近平对身边人的提防愈发严密，对权力的执着也日益增强。他在公开会议中反复强调绝对忠诚，要求军队听党指挥。或许在他眼中，暗藏的敌人无处不在，哪怕朝夕相处的老战友，也可能转眼变成背后捅刀的刺客。张幼霞的最终倒戈恰恰验证了他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张幼霞落马之前，习近平已经陆续将身边多名核心幕僚调离枢要位置。2024年4月，他把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长达7年的第一亲信钟绍军调任地方，不再让其贴身服务。到了2025年，又有消息传出钟绍军已遭免职审查。这位追随习近平20余年的军中大秘，最终也未能善终，显示出习近平为巩固权力，对任何人都不会过度信任，连最亲近的助手都有可能被弃卒保车。中共高层的政治生态因此格外冷酷无情。张幼霞事件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它不仅意味着中共军队最高层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清洗，也势必引发军心动摇和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位军事观察家感叹，这是中共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高层震荡，和平时期从未见过这么多上将一起落马，其震撼程度甚至不亚于1971年林彪叛逃坠机事件。不同的是，此次风暴发生在习近平集权统治的中段，而林彪事件发生于毛泽东执政末期。历史虽不会简单重演，但权力斗争的内在逻辑往往惊人的相似。回顾1971年的林彪事件，中共历史上曾上演过一次震惊朝野的高层政变。林彪元帅当时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位高权重，军中威望极高，却因不满毛泽东日渐疏远自己而暗中策划夺权。据后来披露，林彪亲信起草了一份代号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准备对毛泽东采取非常手段。传闻毛泽东在南巡途中险遭不测，他的专列沿线出现埋伏，好在毛临时改变路线方才脱身。毛泽东随即反手清除了林彪势力。9月13日凌晨，林彪一家乘坐一架3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最终飞至蒙古上空时坠毁，林彪当场身亡，震惊中外。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军队高层展开大清洗，数百名涉案军官遭整肃，一批军中实权人物
如黄永胜、吴法宪等被逮捕入狱。这场政变未遂带来的震荡持续多年，毛泽东此后再未轻易设立接班人，对军队也更加宜具防范。林彪事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直接动摇了毛泽东的统治根基，被认为是文革结束、政权转型的重要导火索之一。如今张幼霞案引发的震荡，让许多人联想起当年的场景，都是最高领导人身边最信任的副手企图谋反，最终功败垂成，而且都伴随着一场血腥的大清洗。所不同的是，习近平能否像毛泽东那样化解危机，继续维持统治，亦或由此埋下政权崩解的伏笔，还有待时间揭晓。对解放军的士气和战斗力而言，这场风波无疑带来不小的冲击。一时间军中人心惶惶，将领们皆感到朝不保夕，尤其那些出身高干家庭的红二代老将们，眼见张幼霞这样的红色世交尚且难逃厄运，心中更是五味杂陈。据报道，张幼霞出事时，他曾经的老上级前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也在同一时间病逝。有人将此解读为一个时代的落幕，传统老一辈解放军将领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习近平的新势力全面上位。但问题在于，习近平手头可用的军中人才并不充沛，在连番清洗之后，现役解放军上将所剩无几，真正具备实战阅历和威望的名将几乎绝迹。军委领导架构需要重建，许多重要岗位亟待新人递补，可新人们真的能胜任并让全军信服吗？面对如此频繁经历内斗清洗的武装力量，习近平接下来能在多大程度上驾驭，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外界也普遍关注此事对中共未来内政外交走向的影响。首先，在对台军事战略上，习近平恐怕不得不暂时踩下刹车。原本近年来中共军方不断对台湾进行军演施压，但如今军内暗潮汹涌，将领更替，短期内发动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为降低。有台湾学者分析，中央军委7人领导班子如今仅剩2人在位，解放军元气大伤，至少未来1-2年内，习近平对台动武的风险显著下降。毕竟他连自家后院都在起火，又哪有余力对外开战？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忧习近平可能铤而走险，试图以对外挑起冲突来转移内部视线。然而在政变阴影尚未散去之际，他若要调动大军，首先就得考虑自己手下将领是否还可靠，万一稍有不慎引火烧身，那将是更大的灾难。就目前迹象看，习近平更可能选择先稳定内部局势，他预计会在军中展开新一轮的忠诚教育和政治整肃，务求将张幼霞流毒彻底清除干净。一场全军范围的清洗运动或许已箭在弦上，每一名军官都将面临更加严苛的审查与监督，整个解放军将掀起讲政治、讲忠诚的浪潮。在重建领导体系方面，习近平势必要提拔更年轻、更听话的将领，填补真空。然而新上任的接班人选资历和能力能否服众，仍是未知数。可以预料，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解放军高层都将处于动荡调整期，同时经历3期叠加的过程。首先是政治整肃期，全面肃清张幼霞、刘振立及其相关人员的影响，整顿军队纪律风纪。其次是体系重建期，重塑中央军委领导架构和解放军的作战指挥体制，以填补权力真空。最后是备战强军期，在人事巨变的同时，继续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战备训练，避免内斗影响对外军事准备。如此多重任务同时叠加，对这支庞大的军事机器而言，无疑是一场严峻考验。此外，有观察人士提出另一种可能的走向，习近平此次虽然有惊无险的过关，但身心受到重大打击，他的家人也被吓得不轻。据称，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和姐姐齐安安现居深圳，听闻此次暗杀政变风波后极度震惊。或许在亲人的劝说下，他会考虑知难而退，适时交班，以保全自身安全。然而从目前迹象来看，习近平并没有丝毫松手权力的打算，相反，他很可能变本加厉地强化个人独裁，以更极端的高压手段来确保绝对安全。盛雪分析，习近平接下来不是变得更加残暴集权，
就是可能因精神和身体压力过大而最终垮掉，恐怕别无他途。无论选择哪条路，中南海的政治空气势必更加诡谲紧张，人人自危，互不信任将成为新常态。经历这场政变风波，中国政坛表面平静的湖面终于裂开了一道口子。习近平虽然暂时维持了权威的稳固，但他所处的环境已今非昔比，暗流涌动的政治火山就在脚下，谁也不知道下一次喷发会在何时到来。许多评论认为，中共政权正走入一个多事之秋，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时代已然来临。有海外学者形容，习近平政权正处于末路狂奔状态，加速滑向深渊。同时，也有人指出，中共仍然握有强大的维稳机器，短期内未必会立刻垮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张又侠政变未遂事件已经给中共最高层敲响了警钟。当最高领导人和他最信赖的将领之间都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权力对决，这个政权的内部团结早已名存实亡，未来的不确定风险正在急剧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又侠消息曝光后，中国的舆论场也经历了一场忽明忽暗的震荡。消息公布初期，张又侠被查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不少网民议论纷纷，有人以夜半枪声、军中哗变等暗语隐晦地谈论京西宾馆的传闻，还有人借用历史典故调侃林副统帅可能又要摔一次。然而好景不长，相关话题很快遭到严厉审查，大量帖子被删除，参与讨论的账号遭禁言，张又侠等关键词也被屏蔽。尽管官方全力封锁消息，民间议论仍透过私密聊天圈和境外网站悄然传播着各种版本的故事。对许多亲历这场谣言起落的中国百姓而言，政治高层的不稳定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闻，而成为实实在在可感知的存在。这种无形的震荡也许比有形的枪声更让人心惊，它无声地告诉人们，连过去被视为铁板一块的中南海内部都已出现裂痕。这种撕裂感，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笼罩在中国社会的集体情绪之中。往后局势将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政变虽然未遂，但留下的后遗症不会轻易消散。习近平势必变得更加疑神疑鬼，权力中枢的每个人都将战经度日。曾几何时，习近平可以自诩定于一尊，高枕无忧，而今他却不得不提防身边人稍有异动而夜不能寐。如果说此前中国曾有过相对平稳的岁月，那么随着此次军中巨震，一个充满危机和变数的动荡年代恐怕已经正式揭幕。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中南海权力的波诡云谲还将继续上演，我们也将拭目以待，看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最终将把中国带向何方。